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颗蝴蝶兰呢，也是一颗迷你型的蝴蝶兰。那它呢，也是经过了将近2年的时间才又重新开花。所以呢，这颗蝴蝶兰也是睽违了许久，这一次才又开花。那这颗蝴蝶兰呢，是水培的蝴蝶兰，没有介质的水培蝴蝶兰哦。所以呢，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些相关的分享，希望你们会喜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往前拉就是往后拉啦，我们就回到2018年的6月中旬，那个时候呢，等于是算是2018年的夏天的开始它就在长叶子、长根，那一直到了8月底2018年的时候呢，它那个时候呢还是水培的方式在种植长根长叶看似一切正常但其实呢，它已经许久没有开花。那当时我也不以为然因为其实有时候兰花它休息的确就是因为它需要休息，时机未成熟，所以它没有开花。那这边呢，再给大家看到的是我如何在对水培蝴蝶兰做浇水的一个动作其实我是利用它作为外面的外杯，阻隔阳光的外杯来当做承接水的工具就是比如说我早上出门前我就把它水倒出来放到外杯，然后再把这个杯子直接放到那个水上面去，所以这是我的懒人水培浇水法回来的时候呢，要把水放进去，我就再把它倒回去，所以就是水倒来倒去的那这个是比如说这个水里面有加，比如说是那个一些生长激素或是特别是有一些肥料的水这样子用。那一般来说，这样倒来倒去的这种懒人水培浇水法呢，是比较我常用在一些我觉得兰花需要特别照顾的情况，特别是比如说已经烂根烂掉没有根的，你可能可以这样子用那要不然的话呢，一般最后面如果它已经很稳定的这种兰花，而是在水培的情况呢，我其实都是让它在下面底部可能有个半公分的水，然后就让它自然而然的蒸发掉到干，然后等到我有看到它没有水了，又看到全部都很干的情况，我才会再给它多一些水。那像现在这些兰花你看到的片段，那个水位都很高那个其实都是当时我在给他们就是增加他们的一个就是泡水量，但是呢，它的那个水不是一直都停留的这么高。那一直到了2018年的这个9月中旬呢，它一样是在夏天的结尾就是出现的就是长很多根系的这个状况所以我就觉得这颗兰花呢，虽然已经沉寂许久，但是它有在长新的叶子，在长新的根系，所以我觉得它呢还是在就是朝向开花这个正轨在前进。那一直到了2018年的年底12月底2018年年底你就发现它开始长花梗了。这个是我买回来之后，它开完花之后都没有开过花的头一次开花，所以间隔也是2年多了。当然我很开心嘛，因为其实这颗花我依稀还记得它长什么样子，但是也是因为2年了，所以呢印象挺模糊的。那这边2月底2月20号我出差回来的时候很明显的就看到了它的第一个花苞掉蕾。那这个跟当时的天气有绝对的关系这个在我很多影片里面同期有受到那一天就是高温影响的兰花，你一定有听，一定还记得。但是呢，陆陆续续它后面还有几个花苞产生掉了的情况呢，一直到了3月12号2019年它才开了第一朵花。它之前就是陆续掉了2-3个花苞。好，那第一个花苞是因为天气巨变，其他的花苞呢，其实在我个人的观察下来看是因为它本身这颗兰花相当的敏感。
因为我是水培嘛，那有时候我是直接加水，有时候我难免要加多一点水，那在拿来拿去倒来倒去的情况之下呢，多少打扰到这颗兰花它的一个就是长花苞，然后再就是生长的一个规则，或是说一个机制，所以呢，他就觉得他被影响到了，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呢，他就一直掉了很多的花苞哦。你看到连续的这样3-4颗就开始枯萎，虽然说它陆陆续续也是开了可能5-6朵花吧，但是呢，它花苞的总数啊远多于5-6朵这么多。那这边就到了3月底，2019年的3月底，还是可以看到很多的花苞呢都有掉蕾，那也是有陆陆续续有一些兰花有开，所以开了大概就是6-7朵吧。4月底初的时候呢，最后一个花苞打开了。那其他的不幸掉蕾，但我也没有仔细去算到底有几个花苞今年。但是呢，这颗兰花就是我觉得它太敏感了，因为在它这颗兰花在掉蕾的时候，其实我其他的兰花没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这颗兰花在相较之下，我相信它是一颗比较敏感的兰花。那因为是水培，难免我会需要拿起来观察根系，然后加水、倒水等等的，所以拿来拿去的过程中呢，一定是有对它造成某一种程度的一个打扰、影响，才会有这些中间这些花苞的掉蕾现象。那你可以看得到它的杯内根系还是相当的多所以这颗兰花基本上水培是 OK， 但是因为它这么敏感，如果有花苞的时期它这么敏感其实我就有在考虑，比如说要把它由水培转成有介质的这个传统种植方式，或是就是用水草。原因是什么？因为如果它有介质的话，我不需要去观察水位，我其实就是控制，比如说我就是要给它每一次浇水全部干了之后，每一次给水就是只给1/4杯水，然后一旦需要就是1个月一次用清水来浸泡的那个时间，我才就是让它泡水，否则我都是只加1/4。那因为有介质的情况，我就不怕它到底是干还是太干，还是有什么样子特别的需要。水培呢好玩，但是呢它的确是比较需要做一些及时的调整。那也因为这样就比较容易，特别是在你看这颗兰花敏感的时候还就比较容易会有掉蕾的状况。所以这个是这颗兰花我个人目前比较想要对这颗兰花做的改变那接下来呢，看这颗兰花它的一个就是生长状况呢，我会再来去决定是不是真的要这样子做，还是再来继续水培1年然后来看一看明年它的下一次开花状况是不是跟今年一样，就是因为可能动来动去而它造成掉蕾掉苞的现象。那有网友或者兰友常常会问我说，水培的话呢，我这里面的这个水到底是有肥料的水泡完之后倒掉才又放清水进去呢，还是就是含有肥料的水就一直这样子泡着？好，我的答案是这样，因为呢，我刚刚都给你看了我的这个懒人的这个给水法，其实呢，我施肥一样是懒人的施肥法。因为我已经用1/4浓度的肥料了，已经是相当的淡了，所以呢，我直接就是含有1/4肥料的水加进去，我就是那样了，我就不再额外倒掉，然后再用清水冲洗根系什么的。我觉得那样的步骤太繁复，花我太多的时间。我觉得我真的是没有，因为我住美国嘛，所以我常常可以开这个玩笑，我真的没有那种美国时间来对我每一颗水培蝴蝶兰做这样子重复的动作所以呢，答案是没有，我就不倒掉了，我就是让它这样子干。那一旦就是说等到1个月需要用清水来冲洗的时候，我就是把它水位加高一点，让它浸泡，溶解掉该溶解掉的东西，然后这样子让它里面的这个盐分各方面的这些不必要的物质的残留度能够降到最低。那基本上这一颗兰花呢，这一次睽违许久呢又重新开花，我也是对它相当的应该说开心，但是不是很满意。但是
就是我目前接下来的计划要看它的生长状况，才来决定我是不是要把它加一些介质，改成传统的介质种植方式，还是继续水培。这个呢，等到我做好决定之后，再跟大家做分享。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蓝，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